呢，就来到这个和知鲜寿司，因为这个寿司它就是曾经的蒸鲜寿司改了名字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去尝一尝，看看很久没吃寿司的我究竟能吃多少盘。好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，然后刚才呢点了一个套餐的，那里面应该是它正好比较明星的一些产品都有，然后呢还点了一个额外的拉面，猪排软骨拉面，然后呢其他的再继续点。我刚才拿了一个这个叫做火炙三文鱼，因为现在疫情过后，觉得对生食还是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抵触，所以就吃这个熟的三文鱼，上面挤的是沙拉酱和一些烧烤酱。这个也不是特别熟，这边还是会有一点微微的生。觉得这个沙拉酱甜甜的，融合三文鱼嫩嫩的味道，又不辣，感觉这个应该是我比较爱吃的一款。这个叫做厚蛋烧玉子寿司，这个应该是他们这儿新品，之前没有遇到过。你怎么感觉了就怎么说，不要跟我说。这一款是很甜的那种味道的，这个上面的这个应该是鸡蛋和面做成的一种有点像小点心的感觉，烤的时候还加了糖一起烤的，上面加了一些蟹籽儿。感觉这个上面有点像厚厚的鸡蛋饼，有点过于甜了，我觉得和酱油蘸在一起味道不是特别好吃。这个是火烧鳗鱼，做法呢应该跟刚才的火炙三文鱼差不多，都是上面是烧烤酱和沙拉酱，然后把这个鱼烤熟。这鳗鱼应该还是烤得很嫩的，然后加上沙拉酱，整体感觉吃不到鳗鱼的腥味了。因为刚刚这几个寿司呢，都是有沙拉酱，我觉得都是比较偏甜的款式。因为刚才吃的那个呢，应该都是熟类的火烤的。这个拿了一个这个生一点的、口味重一点的这个芥末章鱼。这里面因为有一点就是小野菜还是小咸菜的，但是章鱼我觉得比以前好像少了很多，所以感觉上面那个也很薄了，我记得以前是厚厚的一层。好辣呀！可以说咯吱咯吱的，有点没有口感了。我刚才被芥末辣到了啊，然后觉得这个里面，章鱼的块数很小，我特意挑了一块大点的章鱼单独吃。我觉得这个章鱼好像不是生的，没有吃出来那种以前咯吱咯吱的感觉，可能也是给做熟了。这个芥末章鱼呢，觉得如果不蘸这个小料单独吃的时候，并没有吃出芥末的味道来。但是因为刚才吃了很多烤的，一吃这个感觉非常清爽，觉得还可以的。我刚才拿这个应该是辣味金枪鱼，应该是有2种金枪鱼，有一种是玉米金枪鱼，这个是辣味的那种。我今天并没有看到玉米的金枪鱼。我觉得非常喜欢蘸这种小料，但是如果蘸多了呢，它会掩盖到这个食物原本的味道。我刚才单独试一下这个金枪鱼，这个味道还是挺鲜的，有一点点辣味儿。其实不蘸这个的话，它本身也是很咸的，有味道。
别绿，别墅。这个是白色盘子的，他们这新品。这个是一个价格偏贵的，是12元一盘的。这个叫做是三文鱼卵，外面应该包裹的是鸡蛋皮儿、鸡蛋饼做的皮儿。三文鱼卵很嫩啊，很滑，吃到嘴里面就爆珠的感觉，但是并没有，就它有一点腥腥的味道。如果单独吃，有一点腥腥的味道。这应该是最基本款的蟹子。又被辣到了啊！我觉得刚才吃那个12元一碟这三文鱼子呢，我感觉整体的口感还没有这个蟹子的好吃呢。吃那个一碟可以吃这个2碟呢，不合适。我刚才吃了一个芥末章鱼，这个应该是辣味的章鱼，可我感觉这个辣味的章鱼上面的章鱼好像比那个颗粒要大一些，块要大一些。这个章鱼好吃，这个章鱼块大，能吃出那种生生的咯吱咯吱的味道，但是真的有点辣，感觉像韩国辣酱的，是韩国辣酱这个上面，可以不用蘸料了。感觉无论是口感还是章鱼的大小，都比刚才那个芥末章鱼好，就是有点辣了。这个是我们点的一个套餐，但是刚才呢，服务员跟我们说，因为他们内部的问题搞错了，所以多了很多东西。刚才我们点的也没有这个黄桃的这个水果，但是多的呢，他说都送给我们了，但是这里面少的一些呢，还会补给我们。所以说他们这里面的服务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手工的手卷，里面应该是虾肉的，然后这个是蟹籽儿、玉米沙拉的，这个是鲜虾的，这个是龙虾，辣味金枪鱼、火烧鳗鱼，这是北极贝。其实这个还是很丰富的，这个我点的应该是个4人餐。这个是刚才差我们的一些补给我们的，这个是芒果布丁，然后还有蟹籽沙拉的，还有这个是火烧蟹腿儿，这一个非常的大，我感觉好硬核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吃了，感觉已经吃不完了。太多了。这刚才已经吃了这么多碟儿，因为上的比较晚了，所以这有点吃不下去了。继续吃。刚才点的猪排拉面已经上来了。刚才我发现它这个拉面其实还可以做成乌冬面的，但是我更喜欢吃拉面。这个拉面呢，它是2部分组成的。这个碗拉面呢，里面就是一些小菜，比如油菜、木耳、蘑菇，还有玉米粒儿，还有这个豆芽菜，还有就是浓浓的猪骨汤。还有这一盘猪排单独摆放的2种酱的这样一个，然后这样配一起吃。因为这个我应该不是第一次吃了，所以就不跟大家多说了。味道呢，其实还是中规中矩的味道，没有特别的惊艳。没事。不是特别狼狈就可以。这有猪排的肉其实还是很厚的，你们的肉吧刚刚好，不是特别软嫩，但是也不是特别柴，正常吧。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吃了这么一大摞，这些我刚才数了一下，大概有20个，再加上点的套餐里面，如果按碟算，也得有7、8个了。我们是3个人吃的，感觉还是相当的能吃。
还是因为味道也不错，服务也挺好的。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吧，得去消化消化了。